嗨，这里是菜鸟老田。爱会让人变得卑微，游戏差评也同样可以。堕落之主去年和匹诺曹差不多同时期发售的类魂游戏，我们都知道我最后选择了哪款游戏。结果1年过去了，匹诺曹还没有更新它的 DLC， 而这款游戏却更新到了 1.7 版本。你肯定会问一个十分老生常谈的问题：你后悔当时选了匹诺曹吗？并没有，相信我，没人可以拒绝一个带着小丑鼻子还长得像甜茶的木偶，并且你也不需要亲自动手打自己的防火女一顿才能让她顿悟，并且回到祭祀场。这并不文明，但更不文明的是，堕落之主使用了一款伟大的反作弊软件小蓝熊。至于能不能反作弊，我不知道，但这个软件居然可以防止 OBS 录到它的画面，而我只能用一个 BAT 文件来绕过小蓝熊，才能继续录制。不过鉴于还是在我已经玩了一段时间后才开始阻止 OBS 捕捉画面，那么这款反作弊软件是否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相信我，我没有那么记仇，就算让我白白折腾了足足2个小时，还差点重装系统，我会十分公正的对这款游戏进行极为客观的评价。太魔了我！作为一款类魂游戏，你将会经历一切熟悉的恶意，一群躲在债务后面的敌人只是开胃前菜。如果你看不见这堆架子后面露出来的武器，没关系，很快你就会习惯这个套路，直到我被一个从视野死角突然窜出来的泥头车撞下平台，或者一个和背景融合到一起的有机巡航导弹击飞数米之前，我也一直在嘲笑这种幼儿园级别的阴险。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性一点的死亡，比如你看到了一个梯子，你从梯子上滑了下去，你死了，但不用担心，这都是为了尽可能合理的让他们觉得是合理的，让你去接受他们的 good play。 引介，但我愿意直接叫他阴间，他会给你第2次机会。你被敌人杀死不要紧，你会复活到引界；你不小心从高处跌落不要紧，你会复活到引界；你在引界死亡，那你就真死了，丢失所有的魂，并且记不清自己的魂到底丢在了哪里。显然 Hexworks 为了人类的光荣进化，贡献出了他们脑洞的极限。以前你玩黑魂可能需要记一条复杂有分叉的路，现在你需要记2条，因为有些路得进入引界才会出现。以前你玩黑魂可能只需要记住篝火的名字，并且还有十分显眼又简短的名称，会在你刚进入地图的时候直接贴在你的视网膜上。现在这个篝火可能会叫做一个悲伤视频创作者破烂电脑的遗骸，但这个传送点的名字叫厕所，而整个区域的名字叫大鸟转转会所。这就导致每当我的那些热心的观众希望我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拿一个特定的道具的时候，当他们说出传送点的名字，我经常会反问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这个传送点在哪？然后在列表里花个几秒钟找到这个已经去过了的传送点，并不是因为我有反驳型人格，而是我还没有进化到不仅需要在阴阳2界来回切换，顺便还要记住2个几乎没什么联系的名称。这是一项十分优秀的失忆症加重训练。你还能获得额外的道具，一个冒着神秘蓝光的灯笼，这个道具十分有用，可以抽出敌人的灵魂，让你对他造成更多伤害，可以让你随时穿越到引界，然后同时面对阴阳2界叠加起来的敌人，可以吸收敌人背后的寄生虫来解除他无敌或者快速回血的状态。只不过这个速度很慢，甚至不如直接把他们一脚一脚从地图边缘踹下去。至少这游戏的踹人不仅好按，而且不会误触。但有趣的是，有些 BOSS 不光有一个寄生虫，祝你找了愉快。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希望能在类魂游戏里再加入更多解谜的顶级字母圈享受者，那你还能用这个灯笼满足你的幻想，用你的眼睛和记忆力，一边和不断生成的敌人战斗，一边去解开一个十分简单的1元1次方程，找到几个奇怪的人形开关，用你的神奇灯笼对着他们拉一下，不仅可以有效阻碍你的跑酷道路，还可以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恐怖。看到右上角的眼睛了吗？在它的周围有一个计量条，满了之后就会有一个红色死神突然出现，并且会在你找到一个老头雕像或者篝火离开引界之前一直追杀你。虽然他的智商并不高，可以被身法轻松戏耍，但是他同样可以直接让你没法使用主要回血道具。我知道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恐惧，感到压抑，甚至产生心理阴影，导致完全不想进入引界。但是我们机智的制作组秉持了英雄联盟设计师一贯坚持的原则，不要嘲笑我们的设计傻，因为我们真的会把其他东西学到。你肯接受我们的傻设计？如果你想要找到正确的路线，你得进引界；如果你想要获得比平时多10%的魂，你得进引界；如果你想要升级你的血十字，也就是元素瓶，你同样也得进引界，因为他们把所有升级血十字的道具都放在了引界。有什么能比打完 BOSS 还得再往后跑个半天，再进引界开门，才能拿到一个升级道具更酷的设计呢？你们到底是多不想让我找到这个东西？哦，对了，他们还在更大的地图里放了更少的篝火，因为他们希望你去引界的花床上自己去种篝火，一个种子1200魂，比起初始版本的2500魂，他们已经因为害怕你打不下去，做出了很多让步了。但是他们也同样塞了更多的近路，只不过当你不再吝啬这些种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近路就是你买的那些泡面，当你真的想起来的时候，
已经他妈过期1年多了，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了服务那些高贵的多周目玩家，因为他们真的能做到在多周目里减少正常篝火的数量，让你更有沉浸感的跑路。当然，这个机制并不是一无是处，一个成熟的魂系玩家一定要利用好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你可以在引界以半条实血、半条虚血复活，并且你的攻击会恢复你的半条虚血，当然得保证在敌人攻击到你之前先攻击到他，否则你的半条虚血会瞬间消失，然后让你用仅剩1半的血量面对更多并且会不断升载的其他引界敌人。所以出于我所剩不多的人性，我十分建议你选择一把好的武器，然后直接抄一套好的 build， 否则留给你的只会是无尽的坐牢。这是我在用纯物理无附魔的巨斧打完了前期关卡之后总结出的血与泪的经验，记得至少点出18点光辉，学一个光辉武器附魔，不然你的纯物理重武器就会不仅伤害低，而且出手慢。而我唯一能采取的补救措施，就是用着唯一能体现这把武器价值的跳皮动作，把点数熬到足够点出30点力量和30点光辉，这样我们才能用那把传统巨剑，然后再熬到可以免费开启原本需要18000魂的钥匙才能开启的新地图。因为18000魂我需要留着升级属性，不然就靠这款游戏吝啬的魂量，我不去专门刷魂，大概率直到通关都用不了巨剑，并且需要做很长时间的牢。结果我被我们亲爱的观众骗去提前打完了血缘地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告诉我可以提前拿到那把钥匙，并且血缘2个字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样地图的含金量。面对一群血量伤害都高的要死的弓箭手和斧子哥，我只能选择一路跑酷，还得随时小心别顺路捡到宝箱怪伪装的光点。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怪叫宝箱怪，但是他能一口把你从阳间啃到阴间，然后被赶来的斧子哥一刀送走。最后我还得用一把并不好用的武器击杀一个马拉松放弹幕还会召唤一群小怪的 DPS 检测 BOSS， 而我没有 DPS， 我只能进入引界，硬生生的跟他马拉松躲弹幕，然后绕过他的小怪，劈爆他的狗头。绕了那么一大圈之后，我才跑到正确的地图，触发免费拿钥匙的剧情，穿过一群堆得已经快和火车站一样但是仇恨已经被削弱的敌人，最后才拿到一颗眼球。由于这款游戏的 build 系统比较清晰，不光需要角色加点、武器宝石、戒指护符，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戒指和护符要分开算，可能是为了致敬传奇2只不死人，你还得给你的灯笼镶几个眼球。而我跑了足够绕地球1圈的路，拿到了这个眼球，可以让我蓄力的时候完全霸体，并且受到了伤害变成虚血，只要在敌人打完我之后反击，就能恢复正常血量。听起来很强不是吗？交互换的，不过就算是这游戏又能弹反又能翻滚，听起来好像很有交互，但当我遇到第一个长命 BOSS， 就直接放弃了这个想法。无论是弹反还是闪避，失误都会直接扣血。神奇的是，防御反而只会掉虚血，没被破防很快就能打回来，只要不吃投技，按住防御走走位都比直接乱滚要划算得多。所以放弃交互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十分黑色幽默的是，这套装备折腾完都已经到后期地图了，我亲爱的观众们十分友善的提醒我，欢迎来到地狱，你将会面对十分容易迷路的地图，最致敬老贼的加长版跳跳乐，以及一个堆怪重灾区城堡。每张地图都可能需要我花费1个晚上才能完成，然后这些地图的怪就被削了。那么我的体验好点了吗？如好，我遇到了经典神脾气双人 BOSS 战，一个倒下，另一个开奶，并且会近远程交替攻击，一个血量归零，会选择拉一坨大的作为最后一眼的 Hobo， 一个喜欢用自崩的老年 Apex 玩家，可以隔着一个场地精准击中不知道该躲掩体的我，并且我将会在之后的流程中不断的遇到他们，因为我们的制作组十分喜欢把他们 BOSS 变成小怪，然后让他们能一剑把我加了30多血的角色打成残血。但好消息是，那些不能复用的 BOSS 反而一个比一个正常，不会和你马拉松，不会向你乱放特效，更不会和你比谁命长，并且会在我以为有2阶段的时候体面的离场。感谢蓄力流轮椅的加持，让我坐牢的星期短了很多，仅用1个晚上就达到了最后的城堡。这时候就要选结局了，别问我剧情，因为我没怎么看。至于 NPC 见到我，就像已经快1个世纪没和人类交流过一样，希望告诉我他整个人生，甚至你的防火女给你升级血瓶的时候，嘴都不愿意歇一会儿。但我最近患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障碍，我需要安静。我选择了引界结局，你需要到地图上抽走几个 NPC 的灵魂，虽然这些 NPC 会包括给你升级装备镶嵌宝石的铁匠，而我为了可以双持巨剑，选择放弃铁匠死后可以自己升级的止血，这就意味着我将不能升级，不能换宝石，只能用手里的武器打完最后的部分。但好处是，最终 BOSS
就会是我们的话痨防火女，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因为我并没有和她结婚，那么我就有权利可以选择让她彻底闭嘴。结果我又出人意料的很快前往了城堡，因为这里同样也被削了，而且我也不会在这种十分经典的简易垂直式地图里迷路，不然我很有可能会被开除魂籍，和那些认不出无名王者的魂系玩家坐一桌，这真的有点丢人，甚至已经简单到我打完 BOSS 我都会怀疑后面应该还有路的程度，直到我确认已经要开始触发最终结局，我才放弃在这里乱晃，把剩下的 NPC 送到影界，开启了和画廊防火女的 BOSS 战，花了1分钟0几秒，2次处决，打出了结局动画。当然这是 BOSS 提升难度之后，虽然我没看出到底提升了什么，但是该开始欣赏制作精美的纯文字幻灯片了。我希望你从我的受苦之旅中领悟到了这款游戏的美妙，它已经足够卑微，因为我从无数人嘴里听说这款游戏刚发售时候逆天的敌人仇恨，目前看来确实削了不少，虽然还是很恶心，地图设计极致相庭，甚至已经彻底疯狂到要相庭化整个地图。影界的加入确实提高了探索价值，但前提是你得有个好的记录能力，并且要选对合适的武器，清理完阴阳两界的敌人，否则你也会和我一样坐牢。选择从未如此重要过。当然，如果我选对武器并且背完攻略，我也可能会对这款游戏有着不错的评价，但可惜我并没有。不过鉴于他们确实卑微的在削弱原本很恶心的难度，说明至少他们愿意听人说话。我的购买意见是，如果你打完了第一个 BOSS 觉得很恶心，请立刻退款，而如果你能接受这位特效多还喜欢乱窜的 BOSS， 并且想要再次体验魂一水平的已经相庭到默认的箱庭式地图，以及类似魂2的推图体验和双持系统，那100多块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最后我愿意给他10个巨人网作为最终评分，一个很缺魂的魂2代餐。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